提起我们在银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的时候，天文学家通常喜欢用茂密的森林来做比喻。我们就像站在森林里的人，被无数高大的树木包围着。不幸的是，我们还被固定在其中一棵树上，并且森林还笼罩在浓雾之中。而在这些诸多困难的影响下，了解我们的确切位置，并绘制出这张森林地图，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实际上，现实比这个比喻还要困难。这个难点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解释。至于现在，让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要想了解银河系的形状，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眼睛观察它。虽然用肉眼确实可以看到横跨天空的亮带，但只有在光污染极少的地方才能看到。实际上，早在伽利略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条星带只不过是恒星的密集区，也就是说，我们的银河系很可能是一个扁平的圆盘，而不是椭圆或者不规则星系。因为如果它是椭圆形的，那么恒星就不会形成一个带状，而是会散布在整个天空中。另外，在恒星带中，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大更亮的凸起，它的厚度远超星盘本身，而这也与天文学家观测到的许多螺旋星系的核心部分非常相似。该结构被称为星系隆起。至此，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很像一个螺旋星系，但仅凭这些还不够，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部分盘面，而想看到银河系的全貌，需要将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组合起来。得益于2微米全天巡天观测的照片，它结合了位于地球2个半球的2台独立望远镜收集的数据，清晰地展示了银河系的水平图像。而接下来就是要通过更详细的地图来确认银河系的垂直形状了。绘制地图的关键在于确定天体的位置，并测量它们离我们有多远。然而，对于恒星或气体和尘埃云这样的天体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甚至在银河系范围内，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过去的天文学家，尤其是19世纪的天文学家，他们并不了解银河系光带边缘区域的性质，因为这些区域似乎没有恒星。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里其实是阻挡星光的气体和尘埃云。由于那时对宇宙的研究完全是在可见光范围内进行的，而可见光显然无法穿透银河系中的许多气体和尘埃云，因此直到射电天文学的出现，科学家们才终于可以看到隐藏在遥远星系中的东西。那么我们能从无线电波中收集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最常见的就是中性氢和电离氢的位置。作为宇宙中最简单的原子，它可以在无线电波范围内以能量极低的光子形式发射能量，这是由于所谓的超晶系相互作用导致的，即电子自旋自发地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与量子物理有关，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研究。这里只说结论，就是当电子自旋发生变化时，会从轻微激发态返回到基态，同时发射出能量极小、波长为21厘米的光子。来自中性氢的21厘米线是天体物理学中最受欢迎的线之一。首先，它非常精确，因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其他物质能产生相同的频率，因此如果你在太空中探测到了21厘米无线电波，你就知道那一定是中性氢。另外，这种波长的辐射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自由穿过气体和尘埃云。因此，通过将射电望远镜指向某个方向时，你发现的21厘米线越强烈，你观测到的氢也就越多。对此，这3位天文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首次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利用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射电望远镜研究了我们的银河系，首次发现了气体云是如何以旋臂的形式分布的。至于照片中这个明显的空三角，无论你使用多么强大的望远镜，它都是空的。这是因为星系隆起是一个巨大的星团，恒星紧紧地挤在一起。由于它又亮又大，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根本无法观测到它后面的任何东西。这个区域就是银河系的隐带。针对这里的样子，我们只能靠猜测。而根据我们在银河系中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况来看，螺旋星系往往是对称的，所以根据宇宙学原理，银河系的另一侧可能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没有太大的区别。随着射电天文学的发展，研究人员终于可以了解气体在星系盘内的分布情况，但他们仍然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气体，还有恒星，即那些隐藏在尘埃后面的恒星，毕竟它们才是决定旋臂形状的重点。使螺旋星系成为螺旋状的是巨大的蓝巨星和白蓝巨星，也就是那些质量最大的恒星。它们在短暂的生命中没有时间远离它们诞生的地方，因此如果找到光谱类型为 O 和 B 的恒星集中的地方，就能找到旋臂的位置。至于这些恒星的辐射则主要在紫外区域，而紫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还要短，因此很容易被气体云和尘埃吸收。不过天文学家还是想出了一个间接的办法，因为他们知道当这种恒星诞生时，会发出强烈的紫外线电离周围的氢原子，也就是说光子的能量足以使氢失去电子。
这样年轻的恒星就会加热周围的气体，并使其电离，形成类似电离氢的发光气泡，而它则能很好的发射无线电波。例如猎户座大星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电离氢区域。对此，早在1976年，2位法国天文学家利用射电望远镜绘制了银河系中发射星云的完整分布图。这些诞生新恒星的巨大区域通常位于悬臂内，而银河系的主要恒星形成过程就发生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再次证明了我们的银河系具有螺旋结构，并且成功找出了4条悬臂。之后，随着太空望远镜的出现，对于银河系的测绘就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2003年发射的斯皮策红外望远镜，它长达10年的巡天观测是对银河系研究的重大飞跃。根据这个天文望远镜的数据，我们绘制了一幅包含80万张图像的银河系地图。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天体。至于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这 1.1 亿颗恒星。2008年，一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软件，根据斯皮策的数据，可以确定恒星在星系中的分布密度。密度较高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悬臂所在的位置。最终确认密度增加的区域确实与半人马臂的预测位置一致。至于在人马臂和天鹅臂的方向，望远镜并没有探测到更高的密度。最后的英仙臂由于在银河系的外围，所以并不在斯皮策的研究范围内。因此，通过斯皮策望远镜的数据来看，银河系应该不是一个拥有4条臂的星系，而是一个拥有2条大臂和若干较小分臂的星系。之后在2013年，另一项名为 RMS 的大规模研究再次还原了银河系的4臂结构。该项目的重点也是寻找仍在形成过程中的恒星，因为这些所谓的原恒星是明亮的红外辐射源，即使在其演化的相对早期阶段也是如此。它们的热量会加热周围的尘埃，而尘埃会在红外线下发光。因此，研究人员通过上述2次大规模巡天和较早的红外卫星 MSX 的数据，分离出了许多大质量年轻恒星，而这些天体则是巨星的前身，也就是说，它们在未来会形成猎户座大星云这样的发光区域。通过测定1650个此类天体的距离，天文学家再次绘制出了银河系的地图。这一次的银河系同样被4个巨大而明亮的悬臂所点缀。关于银河悬臂的数量和结构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估算距离。虽然确定恒星形成区域的位置相对容易，但确定它们与我们的确切距离却要困难得多。目前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盖亚太空望远镜，它目前正在对银河系中的数十亿颗恒星进行全面扫描。至于目前，它已经绘制了银河系中20多亿颗的恒星分布图，而且是在3维空间中绘制的。盖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利用视差法以极高的精度测量距离。视差法的原理很简单，通过从2个不同的点观测一颗恒星，我们可以测量出它的位置相对于更遥远的背景恒星的偏移程度，所以最好是观测点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例如，你可以从地球的2侧测量一颗恒星的位置，甚至利用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先测量一次，然后等待6个月后从地球轨道的另一侧再测量一次，之后通过简单的三角函数就可以计算出恒星的距离。至于盖亚的位置是在日历第2拉格朗日点，在这里与地球一起围绕太阳运行，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恒星视差。这种精确度使天文学家发现，曾经被认为属于同一结构的恒星，实际上是不同系统的一部分。2021年，天文学家利用盖亚的数据研究了60万颗年轻明亮恒星的位置，绘制了距离太阳16000光年范围内最详细的银河系地图。虽然这一区域仅占银河系总直径的1/6，但盖亚的数据显示太阳所在的猎户臂比之前想象的要长，所以天文学家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不过实际上这就超出盖亚的能力了，因为视差测量只对于相对较近的恒星有效。银河系远处的恒星由于太过遥远，所以根本无法测量到任何时差的偏移。不过盖亚不仅仅是一个测量距离的工具。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视频开头的那个黑暗森林。我说过这个比喻并不完美，因为森林中的树木是静止的，但恒星只是看起来像是静止的。而盖亚可以追踪恒星的运动，让天文学家看到银河系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具体来说，通过对恒星速度的观测，显示了恒星围绕银河系中心的整体旋转，而这正是螺旋星系的特征。但在这其中还有一些恒星的轨道极为特殊，例如垂直于星系盘运动，甚至与银河系的自转方向相反。这可以告诉我们银河系的演化过程，即它一直在吸收邻近的星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质量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所知的银河系的圆盘横跨10万光年的空间，其中有数千亿颗恒星。至于我们的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5000光年，
也就是说我们与银河系的中心和边缘的距离大致相等。在这里，我们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围绕银河系的核心运动，完成一个完整的轨道约2.5亿年。至于银河系的厚度约为1000光年，而我们的恒星系统同样位于非常靠近银河系赤道的位置，只不过它相对于银河系平面的倾角约为60度。至于具体位置是在英仙臂和人马臂这两条主臂之间，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次臂猎户臂，不过对于这个臂的大小一直存在争议。至于目前最新的数据是26000光年长，3500光年宽，而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看到这么多明亮的天体，也正是因为我们身处于猎户臂中。当然，悬臂看起来更亮，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悬臂之间有几乎同样多的恒星，只是它们比悬臂中的恒星老得多，也暗得多。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关于银河系地图的轮廓。至于这张地图，在未来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补充。根据我们目前对于宇宙的理解，这其中绝大多数物质都无法通过望远镜观测到。首先有 27% 是难以理解的暗物质，还有 68% 则是更加神秘的暗能量，也就是说仅约 5% 是重子物质，或者说是能发光的正常物质，也就是说前两者才是宇宙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目前对于宇宙的了解是 5% 吗？很遗憾，还远远不够。因为天文学家通过在星系、恒星、行星、气体云和尘埃中探索时，只发现了宇宙中重子总量的 10%，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正常物质并不在星系中。那它们又在哪里呢？答案是在星系介质和星系级空间中，而寻找它们也是现代天体物理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它是解决星系演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那些神秘的正常物质。首先，星系级空间通常被认为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完美真空。如果你对宇宙中的平均粒子密度感兴趣，可能会找到许多不同的估计，但这些无一例外都在每立方米一个氢原子的范围内。不过幸运的是，宇宙的密度并不均匀，从星系内部相对较高的致密天体到每立方米远小于一个氢原子的巨大空洞。但是从绝对质量上来看，大多数重子物质确实存在于星系以外的空间。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解释什么叫做重子。它指的是宇宙中所有由3个夸克组成的物质，最常见的就是质子和中子。至于原子中的电子则属于轻子，由于它们比原子核的质量小得多，所以在天文学中是可以被忽略的质量。综上所述，当天文学家在谈论重子时，包括了原子、恒星、行星、彗星、小行星、冷气体和尘埃云、中子星以及黑洞。是的，黑洞也是包含在宇宙重子总质量中，因为它们可以消耗物质。那我们又是如何估算出宇宙中有多少物质的呢？这个答案藏在临界密度的概念里。简单来说，临界密度就是宇宙膨胀最终会停止的物质和密度能量。当然，这需要经过无限长的时间。至于目前对于膨胀速度的测量，科学家们计算出临界密度约为每立方米5个氢原子。当然，这个数字是包括一切物质和能量的总数。那么这其中重子物质的比例又是多少呢？实际上，早在199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2位科学家就首次做出了相对可靠的估算。他们通过对宇宙中氢和氘的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了 5% 的估计值。之后在2020年，普朗克太空望远镜通过对 CMB 的精确测量，证实了这一估计。所以即使乐观的来说，现在宇宙中也只有 10%到 20% 的正常物质存在于星系中。不过咱们还没有考虑到宇宙的演化，因为在第一批恒星产生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子物质都在星系之外，毕竟那时根本不存在星系。那些氢原子和氦原子就像弥漫在宇宙中的薄雾，它们共同组成了所有的正常物质。之后在引力的影响下，气体逐渐积累到密度较高的区域，开始形成第一批恒星，再到恒星合并成为第一批星系。至于现在我们如果无法在星系中发现大部分的正常物质，那就说明星系的形成过程效率很低。在宇宙存在了将近140亿年后，大部分气体仍然漂浮在星系级空间。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类星体的距离首次得到了确认，才使我们首次发现了星系级气体云。由于星系级气体几乎不发光，所以只有当它位于明亮物体的前方时才会显现出来。而红移相对较高的类星体，也就是遥远而古老的类星体，其光谱显示出许多这样的吸收线，这些吸收线就源自于氢原子。至于现在我们对于类星体的理解，它们一定是居住在古老的气体丰富的星系中心，并吞噬周围物质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物质在向内旋转的过程中会被加热到极高的温度，所以发出的光远超星系本身。因此从这些遥远而明亮的天体发出的光，在穿越数十亿年的空间到达我们这里时，会遇到无数的中性氢云。也就是说，如果望远镜的分辨率足够高，
光谱就能显示出光线沿途遇到的数百条吸收线。由于这张图片很像茂密森林中的树木，所以被称为莱曼阿尔法森林。这个森林中的树木，也就是这些吸收线，包含了大量关于星系级气体的信息，包括其化学成分、距离及年龄，还可以间接告诉我们关于温度、密度以及气体云相对于地球的相对运动的信息。也就是说，随着莱曼阿尔法森林的发现，天文学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宇宙中原本无法进行天文观测的隐藏区域。另外，类星体的光谱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它的吸收线比其他光谱的吸收线大很多，这表明光线遇到了一个巨大的中性轻云，直径可达上百万光年。1995年，哈勃太空望远镜就探测到了这样一个轻云，并且还在几个类星体的光谱中确认了这一发现。虽然天文学家目前对这些大质量云团的性质还不清楚，但据信这些结构可能是星系的前身。不过无论其性质如何，莱曼阿尔法森林与现代宇宙都没有关系，它只能解释宇宙早期的结构。现在咱们回到失踪的重子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宇宙中，中性氢无法解释它们，而根据欧空局的数据，相对较冷的星系级气体只占重子总含量的 28%， 那么更大部分的重子又在哪里呢？这一次咱们得把搜索地点放在星系团中，即星系团内介质和星系外介质上。虽然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细微的差异是在其密度、温度和化学成分的不同。具体来说，星系外介质就是星系的光环，是由相对较热的气体组成的延伸包层，从星系本身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太空中。较热是指这里从几万到几百万 K 不等。这里可能有股东蒙圈了，星系外的空间不是和绝对零度差不多吗？实际上这要看怎么算，因为在星系运中的气体非常分散，它的密度只是太空中平均粒子密度的100到1000倍，而这远远小于我们在地球的实验室里所能创造的最佳真空。因此虽然星系运中含有高温原子，但它们非常分散，所以即使身处其中也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暖。但为什么星系运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呢？实际上这些弥漫的气体可能是由星系内的超新星喷射出来的，在爆炸过程中气体被加热到了极高的温度。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所谓温度的本质与粒子的平均动能成正比，而对于某个粒子来说，影响速度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气体可能与星系外的气体流发生碰撞，也可能被环境中弥漫的磁场加速。此外，扩散气体的冷却效率非常低，因为原子很少与它们的同类相遇，所以也很少传递能量。至于星系团内部空间中更热的气体，可能来自超大质量黑洞的喷流，这些喷流不仅会扰动和加速气体，还会直接携带来自吸积盘的加热等离子体。现有理论认为，星系运与星系盘紧密相连，在星系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星系运可能为星系提供气体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能从根本上改变星系。也就是说，星系运介质和星系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行。恒星和星系通过燃烧氢气释放光和热，最终在超新星之后将物质排入星系运介质，甚至可能排入星系级介质。随着星系内被加热的气体丰富了星系级空间，并逐渐冷却下来。冷却意味着原子移动速度变慢，同时气体密度又变大。这时星系的引力又可以把这些气体吸引回来，成为形成新恒星的原料。之后再重复这个过程，将富含更多金属的新气体喷射到星系级空间。至于研究星系运介质的难点在于它大部分是电离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氢原子核与电子分开运动，因此这种气体不会吸收光线，也就无法在类星体光谱中看到。不过幸运的是，星系运介质不只含有氢和氦，它所包含的含量金属也明显多于星系级介质。当然这里的金属是指所有比氦重的化学元素。与氢不同的是，金属不一定会在高能辐射下失去所有电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光谱观测发现碳、氧、硅和铁等元素的吸收特征。由于金属是在恒星的核反应中生成的，所以星系运介质就一定与星系本身有着某种联系。所有这些弥漫着热等离子体的光环，一定在星系的生命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对星系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动力学仍然知之甚少，这是因为观测这些过程是极为困难的。由于这里的气体是弥散的，其辐射很难与星系自身的辐射区分开来，因此只能等更强的紫外线和 X 射线望远镜的到来，才有希望揭示这个星系的呼吸。至此，我们有了星系运中的热等离子体，以及星系团中更热的等离子体。那现在能够解释宇宙中缺失的重子了吗？很遗憾，还是不够。实际上，恒星、星系及其星系团都集中在宇宙网的节点上，这是暗物质和普通物质在宇宙中的丝状分布。虽然这些节点看起来相对密集，
但与周围的空间相比，它们实际上非常稀疏。这里同样根据欧空局的数据表明，宇宙中只有大约 5% 的重子存在于星系运介质中，至于星系团介质则只占 4%。这意味着大部分正常物质仍然隐藏在某个地方。1998年，超级计算机首次模拟了宇宙的最大尺度，其中的宇宙网呈现为一个发光丝组成的网络，连接着由数以万计的星系组成的巨大结构。根据天体物理学家的预测，这些纤维状的发光细长物体还包含弥散气体，该结构绵延数千万光年。据信它将以高温弥散气体的形式容纳宇宙中大约一半的重子。这些气体的温度从几十万到几百万 K 不等，密度不超过宇宙平均密度的100倍。天文学家将其称为暖热星系际介质，但由于密度太低，观测它比星系运更加困难，因此该解释开始仅基于计算机模型，而不是天文观测的直接结果。虽然莱曼阿尔法森林无法探测到这其中的电离氢，不过考虑到这种介质应该富含从星系中喷射出来的金属，因此在2010年，科学家利用钱德拉和牛顿的 X 射线望远镜，在模型预测存在的希斯区域探测到了电离氧的吸收线。但证明暖热星系际介质存在的最佳证据并非来自类星体。2007年，天文学家发现了被称为快速射电暴的奇怪天文现象。这些事件虽然只持续几毫秒，却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虽然不知道这些事件的起源在哪，但天文学家知道这些短射电脉冲来自遥远的星系，而它则在星系际介质的研究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快速射电暴穿过电离气体云时，其辐射的不同频率会被这种弥散介质略微延迟，这种现象被称为色散，它也是导致白光在棱镜或雨滴中分裂成光谱的原因。2020年，一篇科学论文测量了快速射电暴的延迟，并利用它来确定辐射路径上物质的存在和数量。最终，天文学家确认了在微弱遥远的宇宙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物质，而这些物质则是无法用普通望远镜看到的。根据6次快速射电暴的色散，科学家们估算出宇宙中中子的数量完全符合理论预测，即暖热星系际介质包含了宇宙中大部分的正常物质。不过，想要研究这种介质，还是需要更强大的 X 射线望远镜。也就是说，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气体从星系中溢出，是黑洞、恒星还是其他天体将加热的气体吹入到了星系际空间。同时也不清楚喷出的气体最终去了哪里，是留在星系运内，还是扩散到了更远的星系际介质中。至于天文学家们可以确认的是，星系要么是在积极地形成新恒星，要么是几乎不形成。这是因为在某些时候，恒星形成过程会神秘地停止，这个过程被称为淬火。通过最大规模的巡天观测斯隆数字巡天，天文学家将星系分为2大类，其中蓝星系富含气体，标志着正在积极地形成新恒星；与之相对的则是缺乏气体的红星系，在这里几乎没有新恒星的诞生。至于在此之间的星系，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这表明造成淬火的过程发生得非常快，据信只需要10亿年左右。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星系停止演化，还是未解之谜。更匪夷所思的是，通过各种太空望远镜对大量星系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停止演化的星系周围也存在气体，这些气体的温度从几万到几十万 K 不等，而理论上在这样的温度下，气体应该回落到星系中，但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要么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它的流入，要么就是把它加热到了阻止它落入的温度。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所以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对星系是如何生存和演化的解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恒星诞生于寒冷的中性轻云，在它们的一生中会消耗这些物质，直到超新星爆炸将大量的金属喷射到太空中，而这些物质可能会返回星系，产生新一代的恒星。在这些恒星周围，圆形星盘得以形成。这其中有一颗无比特殊的行星——地球，给了我们出现的机会。所以说，这并不是枯燥的星系演化故事，而是重要的生命诞生史诗。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由于光速的限制和宇宙诞生的时间有限，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星系，在它们的光线到达我们之前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经过有限的时间后，宇宙中所有星系的光子最终都会到达我们这里吗？很遗憾，这种事情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我们目前对于宇宙的了解，遥远星系的退行速度是可以超光速的。由于这是空间本身的性质，所以并不影响相对论这个物理根基，而且这个结论也不存在争议。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这个速度，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些星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弄清楚我们到底能看到多远的宇宙。另外，这段视频并不会解释我们的宇宙是否有边界，
关于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人能给出证据充分的结论。我只能说，在目前的观测技术下，我们所知的宇宙是极为平坦的，或者说宇宙的大小远超我们的认知，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它真正的曲率。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的宇宙一定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在这其中，星系、星系团和超星系团的分布极为类似，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的宇宙世界之外也有类似的分布模式。根据宇宙学原理的定义，无论我们身处宇宙的哪个角落，都会看到相同的大尺度结构，只是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直接验证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学家们只能观察他们所能观察到的，并根据这些可见的部分得出宇宙本质的结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到底能看到多远？未来最终又会看到什么呢？当我们谈论可观测宇宙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粒子世界，这是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假想球体，由光速和宇宙本身的有限年龄定义。也就是说，这是自宇宙大爆炸以来光到达我们的最大距离，而粒子世界之外的东西由于太过遥远，以至于即使一束光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它的旅程，也无法到达我们这里。也就是说，我们看得越远也就越早。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理解。那么在粒子世界的最边缘，我们能看到怎样的宇宙呢？没错，就是宇宙演化的起点。也就是说，大爆炸之后发生的事件就位于粒子世界的边缘，而天文学家也已经看到了最遥远、最古老的光，那就是来自宇宙大爆炸本身的光。不过严谨的来说，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宇宙大爆炸本身，而是宇宙第一批原子形成的阶段。这发生在我们称之为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之后大约38万年，而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都被宇宙早期膨胀时出现的热等离子体墙所遮盖，注定无法被我们看到。也就是说，不管有再强大的望远镜，都无法扩展可观测宇宙的边界。至于处于粒子世界边缘的大爆炸和 CMB， 实际上也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它们也早已转化成我们在本地宇宙中看到的物质，例如星系、星系团和超星系团。从理论上讲，粒子世界应该是一个半径为138亿光年的球体，这是自宇宙大爆炸以来光所走的距离。但由于宇宙一直在膨胀，所以从138亿光年的距离向我们发射光子的物体早已远离我们。至于我们在粒子世界边缘遇到的所有发光等离子体，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从等离子体中诞生的东西，现在距离我们大约465亿光年，所以粒子世界本身应该是一个直径为930亿光年的球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世界之外什么都没有，它只能说明来自宇宙遥远未知部分的光线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这里之所以说是还没有，这是因为粒子世界的边界还在不断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来自宇宙遥远部分的新光子会到达我们的位置，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可观测宇宙。也就是说，粒子世界是关于过去的，这是我们能够接收到过去信息的最大距离。那么现在的宇宙及其未来呢？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哈勃球开始说起，它也是我们的下一个宇宙世界。宇宙膨胀这一现象最早是通过数学方法预测的。1992年，弗里德曼通过计算证明，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并不一定意味着宇宙是静止的，相反，宇宙可能在膨胀或者在收缩。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但没有人知道宇宙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需要测量遥远星系的精确光谱来计算距离。不过很快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勒梅特和2年后的哈勃已经能够确定遥远星系从我们身边后退的速度，从而确定了这个预测。具体来说，哈勃是通过对造父变星的观测确认的。至于他的结论是星系离我们越远，后退的速度就越快。1929年，哈勃和他的同事赫马森利用他们的观测结果，试图计算出恒星的距离与恒星远离地球的速度之间的数学关系。于是哈勃勒梅特定律得以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所谓的哈勃常数，它也是最重要的宇宙学参数之一，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宇宙膨胀的速度有多快。不过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人能告诉你哈勃常数的数值，这是因为不同的测定方法得出的结果有些不同。这个被称为哈勃张力的问题，也是宇宙学最大的谜团之一。至于这期视频为了方便计算，我会取一个近似的中间值，70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如果一个星系离我们越远，它后退的速度就会越快。那么这个速度是否有一个极限，或者说有些星系可以以光速甚至以更快的速度远离我们吗？哈勃球就是由这个概念提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哈勃定律适用于整个宇宙，那么在约140亿光年的距离上，星系的退行速度就会超过每秒30万千米。那么这到底可能吗？我们现在对于宇宙理解的基石是由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也就是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其中狭义相对论描述了物理定律是如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每个人起同样的作用的。
无论这些人是在做什么，是坐在餐桌前还是在超音速飞机里，在这两种情况下，物理定律对他们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包括光速。也就是说，如果飞行员和餐桌旁的人都在测量光速，他们会发现光速是一样的。针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一下。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飞行员能加速到光速，那他会看到静止的光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光在飞行员看来速度为零，那就意味着电磁定律取决于观察者，而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是经典物理学也假定其定律对每个人、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相同的，并且对于光的许多实验也表明，光速不会随着观察者的速度而改变，因此即使飞行员在光速飞行的飞机上，他们测得的光速仍然是每秒30万千米。此时如果飞行员打开一个手电筒朝向一个静止的人，那个人测得的光速仍然是每秒30万千米，而不是像逻辑上所说的那样飞机速度加上光速。为了使光速恒定，爱因斯坦简单的把绝对空间和时间换成了可以根据观察者的不同而变化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说，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运动物体的时空会根据其速度发生变化，而这也是许多奇怪的物理悖论的由来。这些悖论有时会与我们的直觉相矛盾，特别是关于时间，即运动物体和静止物体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当然，这些只有在接近光速的高速状态下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效应都是在观察者观察运动物体时出现的。至于运动物体本身，即使以光速运动，其自身的参照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的运动速度可以超过光速时，我们指的是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或相对于空间本身在空间中的运动。而狭义相对论尽管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之一，但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解释万有引力。也就是说，狭义相对论只适用于平坦静止的空间，而我们今天通过观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还好，在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点之前，爱因斯坦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理论的不足，并用了10年的时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是通过质量如何弯曲时空结构，从而影响整个宇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遥远的星系并不是通过在单一参照系内相对移动，而是空间本身的膨胀产生了运动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些星系仍在各自的参照系中移动，其中的观察者仍能测到相同的光速。与此同时，它们与我们之间的空间却在增大。这就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关键区别。狭义相对论根本无法描述这一事情，它的方程与观测结果不符。由于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膨胀占主导地位，因此需要广义相对论。也就是说，遥远星系的红移确实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星系远离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在膨胀。所以这并不违反狭义相对论，因为狭义相对论涉及的是运动，但星系之间并没有相对运动，也没有相对于空间的运动，所以这与狭义相对论并不矛盾。至此就算完美解决超光速的危机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世界问题上。实际上，哈勃球只是一个假想的球体，球心在地球上，半径约为140亿光年。在球内的所有物体都以亚光速从我们的身边退去，而球外的物体则以超光速退去。那这是否意味着后者的光线永远也无法到达我们的望远镜呢？很遗憾，也不对。例如，目前已知最遥远的星系是韦伯望远镜所拍摄的 Z140，它的红移约为14.3，这意味着它与我们的实际距离超过了330亿光年，远远超出了哈勃球的范围。现在的它正以2.3倍的光速从我们身边退去，但这并不妨碍韦伯捕捉到它。实际上，所有红移大于 1.45 的星系都在以超光速从我们身边退去。也就是说，我们观测到的许多星系都在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从我们身边退去。那么我们又是怎么看到它们的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哈勃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来说，它在不断变大。随着它的增大，它可以追上来自遥远星系的光子，使其进入我们的视野。哈勃球之所以存在变化，是因为哈勃常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常数，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就是说，所谓的哈勃常数实际上是此时此刻哈勃参数的值。虽然宇宙学模型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模型都认为哈勃常数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宇宙的膨胀率在变化。根据目前最主流的模型，即包含暗能量的拉姆达 CDM 模型，哈勃常数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中，星系的退行速度目前正在下降。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最遥远星系的退行速度不是用直线来描述的，而是用曲线来描述的。也就是说，速度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实际上，在宇宙演化的不同阶段，其膨胀率确实是不同的。
例如在早期辐射主导的宇宙膨胀率很高，然后是物质出现并主导宇宙一段时间的减速期，之后在某个时刻暗能量莫名其妙的开始占据主导位置，而现在星系的退行速度就取决于它。虽然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据信它的密度是恒定的，这意味着它与宇宙的膨胀程度无关。无论宇宙之后变得比现在大多少，暗能量的密度也不会降低，因此在遥远的未来，宇宙总有一天会膨胀到物质和辐射不再对其产生任何影响的地步，但暗能量的密度仍将存在，它的作用就是继续膨胀，防止哈勃常数降为零。即使普通物质和辐射的密度降到最低，剩下的只有暗能量的密度，它也不会降低，因此膨胀仍将继续。到那时，哈勃常数将真正成为一个常数。因此，尽管宇宙加速膨胀的速度还不足以导致哈勃球缩小，但它目前的速度足以阻止哈勃球的增长。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哈勃球确实在膨胀，那么之前无法到达我们这里的光子最终也会到达我们这里，它们会在一段时间后进入我们的哈勃球，从而成为我们天空的一部分。目前位于哈勃球外的星系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会使越来越多的宇宙事件和星系进入我们的视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但你可能也听说过，随着星系离我们越来越远，最终会永远离开我们的视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说下一个世界，事件世界。是的，这个概念不仅仅与黑洞有关，事实上在我们与遥远的宇宙进行交流的时候，这也是最重要的世界。事件世界指的是现在发出的光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到达我们的最大距离，或者说它是光能穿过哈勃球到达我们的最远距离。如果一个天体的位置比事件世界更近，那么它的光子最终会被我们看到。但是如果天体位于事件世界之外，那么它就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它此刻发出来的光在未来永远也无法到达我们这里。事件世界位于大约160亿光年之外的天体附近，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的所有天体都是过去的样子，至于它们现在发出的光永远也无法到达我们这里。即使哈勃球在不断扩大，我们也无法向这些星系发送信息，也无法收到任何信号，就像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内的任何信息都无法到达我们这里一样。至于未来的事件世界，还会随着哈勃常数的不断降低继续膨胀，直到物质和辐射的密度变得太低而无法影响膨胀时，最终停止在大约180亿光年的固定距离上。到那时，哈勃球将失去意义，因为它和事件世界是等效的。那时，任何以超光速从我们身边退去的事件或物质，我们都将无法再接触到。与此同时，宇宙还将继续膨胀，星系之间将不断远离，逐渐越过我们的事件世界，直到最终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将离开事件世界。这意味着唯一还能与我们交流的星系将是我们的本星系群。届时，尽管粒子世界会继续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遥远的未来会看到更多的宇宙。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也是由于宇宙的膨胀导致的。因为到达我们这里的光的波长会被拉伸，最终会到达我们无法探测到的程度，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再发现它们了。与此同时 ，CMB 也将消失在宇宙之中，而这就是未来世界的定义。到了那个时候，它们将无法探测到本星系群以外的任何星系。至于那时的本星系群，应该已经合并成为一个超级星系，所以它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宇宙其他部分的存在，无法测量星系的退行速度，甚至不知道宇宙正在膨胀，也不知道宇宙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也就是说，在遥远的未来，我们的本星系群将会成为我们的整个可观测宇宙。